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 V， 今天来开箱这盒 MG 的重武装改 EW，10年前的套件哦，每一次再犯，每一次都会缺货，然后每一次都会有人哀嚎抢不到。那今天的开箱呢，会包含板件介绍、骨架速看、外观总览、可动评测，以及最后我个人的一点小心得，还有推荐度。那就赶快来看一下这一盒10年前的，也可以说是老套件的 MG 重武装改 EW， 到底哪里值得疯抢10年？哈基梅马秀。板件数量16片，包含一片 PC 板件，大部分都是沿用更早之前的 MG 重武装 EW， 只有4片板件是全新开模，带有改 EW 的字样，贴纸就是水贴以及补色贴纸1张。这边腕带也是不演了，小丑面具直接跟你说全部都是补色贴纸，不过也是在预料之内啦。先来看骨架，整体沿用旧款 EW 的通用零件，16年前的设计哦。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可动自然不会有太多近年常见、较为精简的结构，机械细节偏简洁，主要只在小腿兔以及大腿处做了少量的刻画，其余多以卡榫结构为主，很精简的外观，基本上可以说没什么观赏性。外装甲装上后，与设定稿比对一下，整体改动幅度不大，差异主要在裙甲以及腿部细节的追加，手部关节的造型也有所缩小，同时针对比例做了更美型的调整。部分配色跟原稿相比也有稍微不同，像是背后的武器挂架以及脚后跟的灰色。另外这盒在组装时有2片相同的板件，分别是灰色跟深蓝色，要仔细看一下说明书是用到哪个颜色的板件。头部首先看到两侧天线， MG 的规格通常做得比较细，造型很好看，但也相对容易断裂，把玩时要特别小心。两侧的火神炮是采用镂空分色处理，小丑面具则是透过上面的短卡榫直接戴在右半边就好，但是因为这边尺寸很小，不容易戴上去哦，也容易喷掉，要注意一下。领口两侧的火神炮同样以镂空方式实现分件，胸口的格林机枪也从2门增加为4门，外胸甲的舱门在原版就有做分件，这一次同样有进行分色处理，整台浅蓝绿有做分件的地方就在这里哦。再来看到手部比较没什么好说的，较为朴素，比起原版来说色彩度比较低，虽然像是飞弹本体以及侧面散热口都有分件，不过因为这边官方配色都是灰色，整体视觉比较普通。特别注意的是先前版本的右手小刀在这盒中并没有附上，另外虽然有附上原版的光束剑柄，但光束特效跟左手的替换键也是没有附上。裙甲部分跟手臂差不多的视觉色彩，飞弹本体跟散热口外侧同样都有做分色分件，快速看过去。脚部在组装时会注意到在膝盖的下方以及脚掌的上盖会有额外的分件，由于原版这里是额外分色，因此这边虽然都是白色，却有额外的分件。飞弹与散热口外围跟先前的部位一样，都是分件处理。接着看一下手型，分别是握拳、开掌以及持握武器。特别注意的是，这款的持握武器手在内部是没有卡榫的。再来是手持武器，招牌的2把大型格林机枪，跟原版不一样的地方差异很大。除了单门改成4门炮之外，原版是较为复杂的造型，还有弹夹连接背后的大型能量筒，改的造型较为精简化。组装结构是由外侧的2片双管零件包覆着内侧的2管，再连接2个外侧的炮口。比起原版全部都是新规零件哦。握持方法是先将扳机卡进造型手后，再透过旁边的卡榫卡进手臂上的武器洞中。这边扳机会有点难卡，要稍微抓一下角度。重量上虽然不重，但是由于手部的连接卡榫较为短小，稍微甩一下还是会垂下去哦。平时不用时，可以将扳机往内侧收纳后，将连接卡榫拉出，旋转180度之后插回去，之后卡在背后的武器挂架上。最后看一下补色贴纸、空洞处、补色处跟废件。首先是补色贴纸，分别是默认的双眼、前后监视器，接着就是肩甲以及裙甲飞弹舱的浅蓝绿色，这里完全不意外哦，毕竟旧版在这里是不需要分色的。腕带可不会为了出这款套件就全新开模，贴纸贴上去的效果我个人觉得倒是不错，其实不讲的话很难看出来。最后是刚刚看过的小丑面具，空洞处的话就完全没有，可喜可贺。补色处我仔细比对了一下，因为说明书上的印刷不明显，
最后还是参照设定稿，在喷射背包上的2对圆形细节处外围，需要补上跟本体一样的深蓝色。最后是飞剑，因为是兼用原版旧武装钢弹，剩下飞剑还算不少，有双门机枪跟飞弹枪的造型，改造派的福音啊！接着看可动，首先是头部，脖子处的关节可以向上抬，抬头角度非常好，低头则相对普通。前后摆动同样依靠脖子关节，侧摆与左右旋转则是由脖子处的球形关节达成。躯干采用2个球形关节，但因为装甲干涉，弯腰几乎没有幅度，后仰也只有些微角度。左右侧摆表现同样一般般，左右旋转同样会受到装甲干涉的影响。胸甲隔离机枪舱门可以开启，在机枪舱门打开的状态下，驾驶舱门比较容易打开。可以看到里面坐着的特洛瓦，1:100战之特洛瓦这一盒有2种造型，分别是常见的私服以及马里梅亚军服。手臂前面提过，连接躯干的直轴偏短，把玩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脱落。前后360旋转没有什么问题，外摆关节有配置，并且能稍微提升平举幅度。肩胛掀起幅度会受装甲干涉影响，硬要往上抬的话，整只手会直接脱落。各处的飞弹舱门可以打开或是转动。手臂平举约60度，低于常规水准。手肘弯曲为2段可动，弯曲角度140度。根部与手掌旋转则是正常表现，不过手臂根部的连接直轴同样偏短，并且内部为 PC 零件，因此也会出现把玩到一半脱落的状况。裙甲的连接是球形关节或是半球形，手感都偏松哦。前裙甲为独立可动，掀起后可以稍微弯折，上层的导弹舱可以开启。后裙甲也是独立可动，侧裙甲可以向上掀起或是自由旋转角度。飞弹舱门同样可以开启。脚部的前踢为90度，后踢受到装甲造型干涉，只有60度。侧踢的手感非常紧，最大90度。内部关节是 PC 零件，因此在侧踢时会有回弹的状况，也会有一种再大力一点就会断掉的 feel。除此之外，侧踢的姿势把玩太多次，也会直接脱落。根部旋转也是受到装甲造型影响，表现普通。髋关节意外的没有配置，是我最近组的 MG 中唯一一台没有的。此外，脚的连接直轴虽然也是偏短，但内部设有卡榫点，比起手部还算紧实哦。屈膝2段可动，接近180度，可以看到膝盖下方的装甲联动，以及大腿的机械结构。小腿旁的飞弹舱门同样可以打开，脚掌的关节也是球形关节，前后摆动、侧摆都是仰赖该关节进行，稍作旋转也没问题。脚掌可以向下搬动。最后是喷射背包，武器挂架可以上下旋转90度，分别呈现使用与未使用状态。那以上就是这一盒 MG 重武装改 EW 的开箱了。各处的可动比起今年的模型来讲，算是简单了不少哦，甚至没有髋关节的配置，然后再来把玩上会脱落，这些都算是蛮致命的缺陷啊。不过这台的魅力就是够帅哦，全身上下都是机枪还有飞弹库，这一点哪一个军武迷不爱？然后再来剧情表现也是够帅，全弹射击姿势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哦。之前新出的 MV 还追加了多重锁定系统，帅翻天哦。所以如果说你只考虑当战装的话，那这一盒还是很值得去抢一下。那下一盒呢？终于轮到这台阿力宙斯了。不得不说这盒子真的很大，大到我难以塞下整个画面哦。那虽然呢看过官方直播之后，就是我已经没有那么期待了。不过最新的模型嘛，还是要来看一下。那有兴趣的观众欢迎订阅我。就这样，拜。